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留言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李延凤，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山，五哥好，大家好；时评人周远航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李柏毅，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邱明玉，吴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阳明。大家晚安。好，那今天康瑞台风，那在台湾整个肆虐 ，OK， 那风强宇宙，所有的观众朋友，那没事千万不要出门，好不好？那千万不要出门，你在家里面，你可以看电视，你可以看新闻面对面，好不好？所有你关心的风雨的一些情形，但是呢，如果非有必要，不要出去，好不好？今天因为康瑞台风，有很多的事都产生一些变化。第一个，今天本来是万圣节，好吧？万圣节就有很多的鬼故事出来 ，OK？ 那包括在政坛上面，民众党也说有鬼故事，那也有人说民众党说的鬼故事。一堆的鬼故事在跑。那今天呢，因为本来是民主党柯文哲主席的严雅婷，因为台风的关系，那所有停班停课，所以严雅婷原则上要延到明天。但是如果明天万一如果要是又停班课的话呢，那就再往下顺延。可是柯文哲主席的延假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紧，如果再延到下礼拜一的话，那北约已经宣布了，如果再延就延到下礼拜一。如果到下礼拜一的话，那个时间非常赶，因为11月4号就是延假最后的一个时间。也就是上午9点多开严雅婷，开完以后，要很快就做相关的裁定 ，OK？ 好，那到底会是怎么样？可是在这因为康瑞台风的原因，有另外一件事情，我相信今天您如果在家里面看新闻的话，整个人全部引爆，因为刘德华要办演唱会，刘德华演唱会也因为康瑞台风的原因呢，那这一场的演唱会，礼拜四这一场。那宣布了取消，那取消后来是说，那这一场改到礼拜六的中午，所以你如果是这个票。这算工商服务吧 ，OK？ 这算工商服务。所以如果是今天晚上的票的话，那是在礼拜六中午，那还是一样可以去听刘德华演唱会。但小玉，这几件事情你出乎你意料之外的引爆，确实啊哈。不过这个刘德华的歌迷不要难过，虽然你今天没有听到刘德华，但是你可以听到小五哥。来，是不是？给郭一啊，算了，好了，大家都想听啊。好，算了，我是叫你以言这件事情啊。是，好，一切都是天意啦啊。对。好了，我先讲了哈，今天这个刘德华的这个在大概下午3点多的时候呢，哈，他早上还说这个是说要继续。不演办继续唱了啊！那大家都去了嘛，对不对？那没想到下午3点的时候呢，就突然这个主办单位就说啊，因为这个北捷啦哈，北捷的部分就说有来请托协调，不管是施压，不管是怎么样啊，所以就后来刘德华的这个演唱会呢，就今天就确定取消，然后改在礼拜六办。那我必须讲为什么会引发轩然大波。第一个，你先去看到今天的新闻甚至有那个歌迷啊，说他等了11年呐。等了11年，他终于抢到那个票。我跟大家报告，那个票到底有多难买因为这个好了，这边有人抢到了哈，对，好。那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去那个抢票，他们都是那个12点开卖就开始这样子，大家一直抢。我有一个朋友，他太喜欢刘德华了，那他甚至他因为他没有买到票，所以他就去买了那个刘德华代言的按摩椅。他花了2万块去买的那个按摩椅，没有你买按摩椅就直接送，OK， 对，直接送，你就知道哇，他太喜欢刘德华，你就知道刘德华的歌迷，因为就像张学友一样，很久都没有来开唱了嘛，所以大家都很想要。那你对这些歌迷来讲，照理说你都知道说今天康瑞台风是强台，都已经停班停课了，那为什么你昨天那个蒋万安，你为什么昨天不宣布嘞？你昨天如果在宣布说停班停课，你就知道说刘德华今天要开唱嘛。那很多的歌迷不是只有台北的朋友去小巨蛋听，很多朋友是从高雄从屏东从南部上来的，他们远道来，然后到了这个小巨蛋门口才发现说哇。你还跟我说延期，而且他们在12点的时候还问主办单位说，有要演吗？他们也很担心。主办单位说没有，我们是这个如期结果到了3点才说啊，那这个我们就延期，延到虽然说是延到礼拜六了但礼拜六有2个问题。第一个，不是所有人都传本本的，有的人是今天特地请假，不晓得今天有台风假，有人特地请假就是为了刘德华这个演唱会。那礼拜六也有人也许要上班的啦，那要上班的，那你要说人家要怎么样再请呢？这是一个嘛。那第二个啦就是说礼拜六我们刚刚大家在讨论，刘德华为了礼拜六加开他要中午唱一场。晚上再唱一场哇！我们就想说他的体力真的，而且已经60岁了体力真是有够惊人。你对60岁有什么意见？没有意见，我的意思说我们体谅刘德华，好不好？我们可以要又唱又跳哇，这厉害。好了，总而言之，我会觉得说整件事情，你昨天蒋万安，我觉得蒋万安他就是个性比较软弱，就是你要怎样就怎样，你就是你要停就停，要办就办，而不是说你到今天下午就突然
好，还推给这个北捷，叫北捷去跟刘德华沟通，叫刘德华他们这个主办单位出来。我会觉得说，你身为一个首都的市长哦，在这件事情上又凸显了缺乏决断力的一个矛盾。因为每一次到台风来的时候，大家说台风政治学，那个台风政治学都在讨论是什么时候停班课，要不要停，几点宣布，会不会造成民众的一些的民怨啊？停也骂，不停也骂，很多的台风政治学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想到这一次的台风政治学。好吧，博弈，因为有很多人打电话到你服务处去啊，因为这个台风政治，不管蒋万安或北捷，他们一定没有想到，明明刘德华开个演唱会，来一个台风，我也宣布放了台风假，结果这火干嘛要烧我呢？我先说，我完全赞成，就是北捷取消了，就是今天晚上的这个演唱会，今天晚上的演唱会，我完全赞成。但是我对于他们今天下午3点左右才决定这个决议，我意见非常大，我觉得非常不妥。因为很简单，大家都知道3点多的时候，现场其实已经很多人要等他排队进去了。对啊，而且如果他们觉得晚上看演唱会会危险，其实下午风已经不小了。对啊，而且很多的民众是从可能台湾各地来的，很多已经我看有南部，还有说有台东来的，对，都有，然后还有都住宿都已经定好了。是，因为昨天晚上第一时间宣布停班停课的时候，他们最关注的就是刘德华演唱会今天到底要不要开。就那个时候一直都说如期举办嘛，到了今天早上中午前都还如期举办，让很多民众觉得那就一定会办了，都已经冒着风雨上来了，结果在最后一刻，你把它停下来，我老讲还好，当然辛苦刘德华了，在礼拜六礼拜六唱2场，周五多开了1场，这个让很多民众我觉得稍微是能够缓一下心啦，因为他那么辛苦的拿到票了，还是可以看到他的偶像嘛。但问题是，第一个不只是刘德华辛苦。再是对于整个台北市政府，包括小巨蛋跟厂商整个签订的合约，我觉得这会学到一个很大的教训，就是因为以目前的合约，为什么一开始蒋万安团队没有敢直接把它喊停的原因，是因为小巨蛋与主办单位签订的契约内容啊，关于气候、台风等等的部分，是否如常举办，由主办单位来决定。那我们会尊重主办方的决定，没有强制的去动它，所以才会造成一开始我们没有强制要求，就是刘德华的这个相关的团队不要办活动。但是随着今天风雨，大家应该知道风雨真的大，风雨真的大，晚上也的确会不会有危险，不好说。所以非常多的可能，不管是家长也好，或者人士也好，其实都打电话到相关单位来反映，希望用强制的方法把它给停下来。所以我相信市府跟北捷也受到很大的压力，所以赶快做出了停下刘德华今天演唱会的。小玉刚才把这个归成是蒋万安个人的政治性格啦，或者他把它归到这一部分。我觉得这是个教训。这个事情我老实讲，台北市政府公亲变事主啊，本来是照了合约走，民间单位自行负责，结果现在那个主办单位直接讲是北捷要求他停下来的，就代表什么意思？是台北市政府的决策了。那现在台北市政府就必须要去说清楚、讲明白了嘛。我所了解到的是，市府的脸书，还有包括了北捷的脸书，都已经被灌爆了，对，被灌爆了。可以想象，对，这一定被灌爆，因为很多那些歌迷是多么期待看到他的偶像的，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市府做了正确的决定，但是做出了时间点是错误的。OK， 这个一定要学到教训。接下来如果遇到相关的事情，很多该决断的第一时间就要做好决断，不要拖到后面，因为结果不变。但是你却没有一方讨好，我觉得这才是最不好的决策，以及最不好的下场。严凤这几件事情，变成刚才讲公亲变属住嘛，变成是蒋市府要去扛所有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它不是公亲，我先讲，在我们这个捷运公司的所谓的小巨蛋租用合约规则里面，28条就有讲到说紧急应变的计划，市府是可以主动要求主办单位停止活动的。那我就要问市政府说，你台北捷运公司也好，或整个市政府，你昨天就已经决定要停班停课了，那为什么你昨天不赶快跟刘德华的主办单位，包含售票系统，赶快来做洽谈，一直要等到今天早上的这个应变会议里面，再由北捷公司的总经理把这件事情提出来。那提出来的当下，蒋万安还不敢讲话，他就说，这个我们再来研议一下好了，那看看怎么处理。身为一个首都的市长，你今天竟然没有那个肩膀，有办法去决定这件事情，这个是让大家觉得
觉得很生气的地方，就是蒋万安，你得罪了所有的华嫂，你知道吗？华嫂啊，对啊，因为刘德华他们自称华嫂，他的歌迷、啊，所以蒋万应该出来唱歌补偿。他现在已经没有用了啦，他现在之前唱什么《忘情水》给李四川听哦，那个华嫂都听不下去了，你知道吗？我会派双案请市长来唱歌。现在问题比较大的是，原本已经买好这些票的国内的这些歌迷朋友。他可能也要请假，他本来从中南部上来，他只请昨天跟今天。那他现在如果说要移到礼拜六或礼拜天，他能不能够再请假？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国际的歌迷有非常多人，他们是从国外买飞机票来到台湾，住宿也订好了。他可能看完之后，他就要回去自己的国家。那你现在延期他的机票，延期他要不要延？他怎么延？第二个住宿这些费用怎么办？那你主办方你要赔吗？这后续都会产生非常多的问题、啊。不是，我们欢迎大家在台湾再多留几天，然后顺便出境台湾的观光。可是这整件事情，一善你也在市府待过，对，简单的告诉我，所以这整件事情现在看起来的话，那因为还好了，反正主办方已经决定就补在礼拜六中午嘛。可是这件事情跟市府跟包括政治人物在决策的时候，因为昨天是决定停班课了。在停班课的同时，就应该基于公共安全的考量，没错，同时做这件事了吗？对，因为台北市政府就是公亲，为什么这么讲呢？你说啊 ，7-11的电影院啊、KTV 他们要营业，他们私人场所嘛，他们自己负担自己的安全。但是小巨蛋是谁营运的？小巨蛋是谁的财产？是台北市政府的财产。OK， 小巨蛋是北捷营运的，很多人都认为说，为什么北捷这次其实由北捷来处理？大家以为是因为捷运要不要开？不是，因为北捷营运的小巨蛋，所以所谓的台风假是什么？防台准备嘛。这次其实由北捷来处理。大家以为是因为捷运要不要开？不是，因为北捷营运的小巨蛋，所以所谓的台风假是什么？防台准备嘛。OK， 小巨蛋有没有所谓的防台准备要做？当然有啊！以前我在文基会负责很多文化古迹，那一天我最忙啊，我要到处看什么那个屋顶有没有被掀起来，因为古迹通常会比较脆弱，对，所以我要到处去巡视这些古迹，这些相关的防台安全嘛，这第一点。所以小巨蛋有没有防台安全要准备的？当然有。所以你放假的原因是为了让北捷去检视所有小巨蛋里面的防台准备有没有做好嘛？结果你没有做好，没有去做防台准备，反而让人家开演唱会嘛。第二个部分叫做市民的安全嘛。你昨天就知道刘德华要继续开演唱会，我觉得他们商业行为是必须这么做的，民间商业行为，不然他会违约。如果市政府没有要求他会违约变成是他自己要去赔偿这些相关的赔偿问题。所以市府一定要有强制力去要求说，因为场馆是我的，所以我要求你要停开这个演唱会，然后他才可以顺势来严办这个所谓的顺势来严办这个相关的演唱会。他对于歌迷之间也才有交代嘛。所以商业行为我们可以体谅，但是公部门你为了场馆的安全，你为了市民的安全，你本来就应该在昨天放台风假的时候，就同时宣告说这场演唱会我北捷的这个场馆我是不给所谓的刘德华使用的，因为我不给刘德华他们使用的时候，他就可以顺势来顺延嘛。这个东西当然是你是公亲，你怎么会变成是今天下午才宣布？最可恶的是今天下午才宣布嘛。你今天下午宣布，多少人已经冒着风雨已经危险一次了，结果他今天又要危险一次再回来，那你的市民安全怎么去保障？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啊。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所有的政治人物从这件事情应该学到，像刚刚博伟讲，这是一个教训。我想不管对蒋万市府，对其他的市府，因为演唱会经济在台湾现在各个地方来讲会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当你在碰到台风，台湾偏偏又是常有台风侵扰的一个地方，当面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恐怕不是单纯放不放台风假的问题了，而这些会不会引起更大的一些的风暴？好，那这件事情。但最起码好，华嫂们不要生气，好不好？今天买到票的所有的观众朋友，礼拜六中午，那如果你的时间也得宜的话，那当然如果没有办法，有什么其他一些措施，再跟主办单位去讨论 ，OK？ 可是今天一个康瑞台风打乱了多少的行程？今天万圣节，我不知道鬼故事满天飞的时候，在今天本来应该是不是飞的最多？今天本来是柯文哲主席的延押庭，但是因为台风的关系，原则上移到明天。万一明天停班课，再延到下个礼拜一，可能那个时间会非常的赶。可是你如果真的看的话，整个风暴，我们现在在承受的康瑞的风暴，对柯文哲
对民众党来讲，那个政治风暴是不是一波一波从来没有停？今天台风现场所有的来宾想问大家，包括这几天从谢国良说那200万开始，今天又蹦出来，是洪建义委员是不是说有10桌医生，每个人10万，10桌不是10个，他说是10桌医生，每一个人10万，那一场是1000万，他说的。那接下来我那天就当谢国良的那个200万他出来讲说那200万，我那天就讲，接下来恐怕会更多这些事情出来。整个政治风暴对柯文哲主席对民众来讲，不管柯文哲严不严压，他势必要出来要面对的是所有人在这方面一些的质疑，包括他的人设，包括他的各方面。我不晓得小玉，你长期跑，那时候跑柯文哲，对，你自己觉得柯文哲主席，你觉得他的人设到底在什么时间让你觉得做了某种程度的改变？包括字画的问题，说那个什么沈庆金的一个什么纪念字画啦，所有这些东西，这些事情对他来讲的话，因为现在不在市府嘛，但他有登录啊。对，民众党跟你讲，那有登录，你们大家都要在怀疑什么？这些事情对柯文哲的人设会有什么影响吗？好，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哦。就我个人跑柯文哲的经验来讲了，什么时候对他人设崩坏啊？我觉得是第二任开始、2008以后。对，譬如说啦，我举几个例子啊。第一个例子就是说，你看。当时啊，他自己讲的他刚上任就是宣誓嘛，有透明廉政公约，明明就有廉政公约了，他还在加透明2个字哈，所以他公开透明全部都他讲的哈。然后他就说，如果以后什么建商、企业大老板来就要找他的话，就欢迎全部都来市政府哦，我们就公开透明什么的。那甚至就是说你的行程都还要登录。那第一任他就是在讲这话，大家都很相信，包括我自己也都觉得很相信。那后来你会发现说，很多事情其实他都没有做到哈。那我今天制作单位还印了这个，就我后来发现这是我自己写的。好，你看记者邱明玉，对啊，这是2015年，2015年自己念自己的新闻。对，我不会不好意思啊。好，然后对，当时呢，这个月松烟案的时候他去密会蔡明忠跟童子贤啊然后这个是2015年的事情，就后来那个时候议员都在质询他，因为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跟企业大老板密会，而且是松烟案？好，就他当时讲什么呢？有2个点很好笑。第一个点，他密会蔡明忠，柯文哲竟然讲说，他密会蔡明忠前30分钟都在帮他看病。你是叶克膜不是蔡明忠只是说他困没起那你到底要帮他看什么病？而且看了30分钟这是大家会觉得这个你到底在讲什么？那第二个他说你到底是在哪里密会？那柯文哲就摸摸头说我不知道，我想不起来然后那个还是幕僚提醒说他说是因为司机载他啦所以他说他不知道去哪里。后来是幕僚提醒他说原来是在蔡明忠的办公室。好，那我要讲的是说这个是在2015年还在第一任他讲什么我们都会说对，他一定有他的理由在因为柯文哲这个公开透明，所以一定有他不得已的苦衷。那时候你讲任何东西，尤其你在那个节骨眼跟他讲说，他有没有跟一些财团的不敢接触，不要讲到密会啦，有没有接触，更不要说有没有政治现金的私下抖那些，几乎不会有人相信吧？造神运动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柯就是神，你讲什么我都信，这是第一个阶段。然后那再来了就再来慢慢的你就会觉得那也没赶快这个是到2019年，也就是他要选总统大选了啦，总统大选的差不多那个那时候就说他要不要选总统嘛，跟那时候是因为那个郭台铭就不选的部分嘛好，那你就会开始来了他去拜会，这时候是台金金控是吴东亮，那个时候是在阳明山的密会，又是密会，然后那时候就开始换车，那又发现有记者在跟，他也换了好几辆车嘛然后他就去拜会吴东亮，后来记者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去拜会吴东亮，还要特别换车？那他就讲，他就说就是大老板的这个拜会嘛那你就会觉得说奇怪，为什么从蔡明忠2015年一路到的2019年，那你为什么要见这个大老板？你是堂堂的台北市长那你去拜会这个大老板，你不是像你说的吗？你就邀来台北市政府，我们公开透明就好。那为什么都要偷偷摸摸，然后还要换车？那更扯，就是说前阵子不是讲说他还要透过橘子雅虎来接，然后跑到这个威金集团的地下室，就全部通通都不是公开透明，也通通都不是他像他说的那个样子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你说讲到字画的部分的话字画的部分就是说他这个是2018年你觉得沈庆金是在测试他吗？你要是问我个人的话我是用我自己个人的经验，你什么经验？你有说过字画？
不比字画更恐怖的。真的吗？不是啊，我那时候跑就是你们家很多古董。没有啦，你想太多了，我还要来在这里嘛，对啊，台风天还来的。先说了，就是说我那时候有一个社会文人，社会文人，然后他刚从这个监狱大学出来，我们就去采访他，因为他跟政治有点相关，我就采访他，最后呢，他就说谢谢你的采访，比如说他谢谢你这样，他就主动握我的手，然后呢我就发现那个手啊就开始有一团的东西，哦，然后我的摄影在我的后面哦，他就开始大喊说买啦不好啦这样子哈。那我当时吓到，因为那个社会文人哦，就是他有特异功能，宗教社会文人，对，然后我就以为说他那个是他在发功撒符咒，我就想说他是不是塞一些符咒在我的手里面这样，因为我摄影还大叫说买啦这样，后来我手一摊开来啊，1000块的钞票。满满的一叠，塞满满的。我自己因为我的手比较小了，好，要不然我是手小了，要不然什么东西啊？两只还可以抽奖，一只不要2只。不是啊，对，我的那个我估算大概至少有3-4万跑不掉，因为一叠钞票满满的很厚。所以你到现在还恨那个摄影？我恨我的手，因为他在后面大喊买啦。好，那我觉得就这个你拿了没？当然没有，他还有后面。后来呢，他就站起来了之后，我就说不好，我赶快要还回去。他说啊，没关系啦，你前面有一个这个周刊的记者某某某，他说他就拿啦，好，所以没有关系啊，你就拿，这没有关系啊。哇，他没讲这句话你还可能拿？不会啦，我就在监狱大学了，没有啦。他讲这句话，我就心里起了一个警钟哦。我想说，哇塞，你这样子直接大喇喇在我面前讲说谁拿，对啊，那万一我走了，下一台记者再来，那个邱明玉你放心啦，他刚拿嘛，对不对？对啊，我就觉得说，我那时候就觉得说他是在测试我。OK， 如果有拿的，你就觉得说，你是可以变成他御用记者的，以后他有事他就会找你。对，那当然啦，我所以从这件事情我连接到沈清英的字画，因为沈清英字画那是2018年，他说这是在一个企业演讲了之后，然后沈清英就拿这个字画给柯文哲，那说这个字画确实是有登录，可是有登录，等到后来他去收办公室，后来那个议员去查，袁若芳去查嘛，发现这个字画柯文哲就把他带走了。那我认为说，2018年那时候是沈庆京在找一个敲门砖，他找透过朱雅虎去找蔡姐啊，找一些人来，那所以他在测试到底可不可以柯文哲这个缝，我到底能不能钻？结果柯文哲竟然把那个字画收了。那收了之后，到底是不是如外传啊？比如像国东哥昨天有讲嘛，他说在党国时代啊，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通关密码，不管你是送他卫生纸，送他一个什么字画，反正总而言之，他就跟你讲说，你拿去特定的艺廊，你特定的艺廊卖，然后就直接可以拿500万的现金就直接走。今天那个画不管是不是有名的，是不是张大千，什么都不重要，你那个画就是给你之后，你就可以去转给艺廊，然后直接去艺廊领现金。那是当时他说那个时候党国时代的那个做法啦，所以我认为说这个就字画是不是一个敲门砖？2018年那柯文哲你既然就是收了，然后你又带走了，那所以我就觉得以我的经验，我去推判说，哇，那这个沈庆京是不是也是对他做一个测试，发现柯文哲是 OK 的，OK。那这个沈庆京是不是也是对他做一个测试，发现柯文哲是 OK 的，OK。姚明，你现在看起来的话，我就讲从谢国良讲那200万以后，接下来一定会如雨后春笋。王世坚讲说那个建昌跟他之间的关系，钟小平也讲他跟建昌之间的关系。当然，你说民众党直接出来讲，钟小平，你不要把你自己的经验移植到别人身上。但不管怎么讲，他们最起码在法律上，他们是用证人的角度，我看到是这个样。OK， 那至于你说别人有没有什么见，那后话。当然有这么多，当洪建义议员讲说那一场1000万。我就说未来会有雨后春笋这些，我也没有办法帮你去判断那是哪个是有，哪个没有，哪个真哪个假。但是只要从谢国良那以后，这些会不会被形塑成柯文哲，他就会变成是这样的一个人。刚刚那个小虎哥一开始问题是说，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柯文哲有问题嘛？其实我们跑线我们没有那么天真啦。
政治人物我们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怀疑。柯文哲2014年他第一次出来选举的时候，我是被所谓的柯粉归类为柯黑。OK， 因为我是专门挑他毛病写的。那时候动不动就要照什么 PTT 去漏搜去什么这个记者对我们很不友善怎么样的。但我说关键是什么？因为我们媒体的检验是要确保你进入这个政坛之后，那你不会走歪。我必须说，我们从来不信任任何政治人物台面上的是完人。没有人是完美的。但是我们比如说像因为我们某种程度我们的视角，就是我们跑政治常常跟这些政治人物，我们是贴身观察。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他们讲说什么一个什么建商的参会啦，什么现金1000万就带走啦。我没有看到，我不会说这个是有或没有。但是这样的传闻在政坛比比皆是。是。甚至我必须讲，我这样说，我是有听闻过柯文哲身边的人专门到哪边就可以有一包带着走，然后到哪边就拿一包带走，但是我没有碰过，是这不是我自己跑来的，这是人家跟我讲的，所以我像我们这种，你说我有相信过柯文哲是如他所说怎么公开透明，我从来不相信。但是柯文哲他的跟传统政治蓝绿的这个的路数是不是过去走的不一样？我必须说有很多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他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方式跟传统蓝绿，因为比如说刚刚这个小玉姐讲的沈庆基那个就叫很传统的蓝营的这种所谓的大佬级商业的这种什么巨破，然后呢找到人，哎呀来啦，然后呢这个字画给你什么的，他会用这种方式。那其实我记得是我还在以前一家媒体工作的时候，因为那个老板在柯文哲当第一任市长的时候，他就发现柯文哲很喜欢跟老板吃饭。这样而且要老板。对。然后呢，他就柯文哲跟好几位媒体大老板都吃过饭。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媒体的高层在我们私下跟我们讲的时候，他就有讲说，这个人怎么会对商人或者说对这种所谓的媒体高层有浓厚的好奇心？他们觉得怪。因为如果是正常的那种所谓的媒体采访的，他不要记者在现场的就单纯找媒体高层以前很多我们这种媒体，比如说我们记者也在现场，一桌里面有高层，也有我们的基层记者，没有柯文哲是只跟高层打交道的，所以一般是上不了眼，就是入不了法眼，这个是他的社交模式啦。我说不见得有什么问题，但是我说在这个模式里面，我们作为一个政治记者，我们会觉得说，他跟他的包装是有落差的。OK。所以我没有相信过他。但是你说像这个事件里面，比如说像这次的烂账这个什么政治现金或者说他这个是什么金华城的这些东西，你说我是不是会看到这些资料，会不会觉得什么失望？我完全不会，完全不会。只是我觉得怎么可以做到这么糟糕？我说像政治现金那一块。我是有点讶异，说你已经不是菜鸟了，你从2014年选选市长到2024年选总统，这10年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居然能够到2024年选的这笔烂账还被翻出来，然后做得这么糟糕，这是我有点讶异的，因为这证明了你没有被政坛社会化。就是他真的认为，比如说刚刚小玉讲的那个透明什么廉政什么公约，对。这个东西很有可能柯文哲思维是说，这是管下面的人，我不需要受约束。所以我听到说，像沈庆基送这个字画，为什么他可以带走？理论上如果今天送给市长，应该是留在市政府吧？对，除非上面是写说柯文哲市长惠存。所以一般来讲会留在市府。理论上应该那个人一定要报正风的，对，不是因为有登是这个很吊诡，因为有登录，但登录以后带回家。我不知道，对不起，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带回家，但是不在市府了。对了，对。那这个字画到底有没有价值啊？我也不知道，因为他只讲纪念字画，你也不知道到底会是怎么样。可是这所有这些，就是为什么柯文哲从以前到现在会引起你这么多的一些问号？同样一个问题，橘子，后来才发现橘子也几乎只要重要场合无意不语的感觉。对。然后到现在橘子3个礼拜几乎没有声音。对。这也是。完全违反大家的一个常理。常理，你觉得委屈，你发个声；你觉得我清白，我不管帮不帮柯文哲发，我帮自己发也应该是这样。对。可是后来发现，如果照媒体就是民众党所说的，那叫
那叫科幻文吧，就很多的科幻文里面对，后来发现橘子是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而柯文哲是真的是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在进行他的一个政治之路吗？对，这个柯文哲哈，就是他到底底下有几条轨道在做事情？我以为有几个轨，几轨道，不是万圣节的那个轨啊，轨道的轨，就是橘子本来是真的哈，是大家没有意料到的小角色嘛，就像他也来过这个棚啊，就是专访的时候。就很多人问我是不是有看，我说有啊，那个是来专访的时候，我刚好在外面就有看到，有看到橘子，但是你不会知道，就是说这么样一个像幕僚的人，现在会扛这么大的一块哦，现在就是好在很多人的嘴里，钱就是被橘子提走了，当然这都是来自于别人的嘴，现在有一个叫橘子诠释学，就是有些人会把它诠释为总账房，但也有人会诠释他完全不懂，也许真相是在其中间的部分，因为你要讲说，在他爸爸的嘴中，欧尼尔完全不懂这种财务，可他会计系的不至于不懂嘛。虽然他也没有在外面真正工作过，但他至少能够毕业的话，有一定的程度，大概知道怎么一回事。好，所以真相也许就在两端的中间，不见得像外力讲他是大账房，但他一定有处理经手过钱，那也不见得会像那个。吴春成他们那边讲说什么？因为担心民进党啊司法迫害，现在谁敢回来？他说橘子不回来。吴春成委员是说橘子为什么不回来？谁要回来啊？民进党现在把司法搞成这个样子，这么糟的一个司法环境，谁要回来？对。不过那个超市的就回来。对，超市的回来300万交保。我们都说这民众党的浮木越来越少了。本来他们还是讲那个怎么不通气、不取消护照，结果人家回来。本来一开始讲那个谁邵秀佩，对，你们说潜逃邵秀佩，你看你们也这样讲啊，结果邵秀佩很快回来嘛，但橘子对照组完全没有声音，就是没有声音。然后后来就讲超司，对，超司的那个也没有回来他也回来了，不是我，其实就是好现象。对，民众党再点几个在国外的，包括通气的，可能都回来了。对，但重点就是橘子没有回来，这个才是真正关键的核心在哪里。橘子没有回来这件事情，本来大家都嘴巴讲说它很重要，会变成延押的关键，这只是我们评论在讲。可是随着北检送上去的相关的这个延押理由，就赫然包括他在内，他就是一个从原本媒体报道的变成真实，他是一个关键角色，而且他确实有其重要性，而且他不回来的话，讲白了，就算柯文哲这2个月就延押再延2个月，然后起诉了，送到法院一定照押，而且橘子还是在外面啊，理由没有消灭啊，这是最现实的。所以现在的重点就是说。橘子对于橘子的诠释，牵涉到民众党你对于整个柯案后续的诠释，你要继续再整个压下去嘛？因为老实说，你要在橘子这边制造一个断点也可以啊，因为民众党的确有人放话，钱都是被橘子提走，跟柯文哲没关系。他们还是有这样子的小草自我诠释学，就是钱到了橘子这边都消失了，柯文哲都不知道，所以柯文哲是很无辜的在那一边啦，他底下人在乱搞，这个是我们很常见的一种。你要讲邪教的心理补偿心态还是怎么样？大家可以在一些封闭性团体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说法，就是我们的神绝对不会有错，都是下面的人在坏，只是现在坏的程度先把橘子拉进来。好，但重点在于说，对于其他的民众党的政治人物而言，他们必须要对柯案去迟早要做出一个诠释，因为随着起诉书会出来。会有理由，你还要再去说一套说法，你不能永远都说那上面全都是假的，这只会让你的整体的社会公信力越来越下降。所以我认为现在就针对橘子来做陈述，为什么？你们自己说，橘子手中号称有的那个媒体报道的那个行事历，你们也有，那你们自己出来把故事说完嘛。柯文哲几月几号见了谁，所以橘子根本不重要，一切都在我们掌握之中。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就可以重新把主动权拉回到民众党身上，可是他们选择不做，这个就是现在大家比较质疑。可是，如果我讲说，接下来会有越来越多柯文哲不管跟财团跟很多的一些，你说市长理论上来说，市长跟工商团体之间见面吃饭或什么，我说那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即便去逃出影园，凭良心讲，谁告诉我政治人为什么不能去？但重点是在于他把所有人都骂完了。是你把财团骂到刀叉吃人肉，你把所有人都骂完以后。当你出现在桃竹影园，大家就会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所以当譬如王世坚委员，包括庄小平委员讲说，跟建商什么一代会是兄弟会的关系，所有这些对柯文哲来讲话有多伤？
当然很伤啦哈，因为主要不是他的人格的毁灭，而是人设的毁灭，因为他本来就没有什么人格。我必须这么讲，因为人设是我设计的。从第一个所谓的白色的力量，现在民众党都说自己是白党啊，那白色的力量就是我取的啊。那白色代表什么意思？其实3个意思：一，他是医生嘛，医生代表一个，台湾社会对于医生的专业是非常的崇高的哦，所以对于医生的崇高，所以设计了白色的力量代表柯文哲嘛。第二个部分就是素人嘛，素人白纸一块嘛。他是素人从政，第3个就是公开透明，相对于黑嘛，所以他都一定要讲别人是黑的，只有我是白的嘛。第3个就是公开透明，相对于黑嘛，所以他都一定要讲别人是黑的，只有我是白的嘛，所以他公开透明，包含刚才讲的什么廉政公约，有一半是我写的啊，所谓的不入党啊，不成立基金会，不成立协会，这3步也是我跟洪志坤2个人想出来的啊。结果呢，他不只是不入党了，他是没入党，他创了一个党，他还成立基金会，还成立协会，别人没有的公司他都设立了。这是他后来做的事情，违背了我们给他设定的这个相关的人设嘛。而他有没有用他相关的人设去骂别人、检视别人，是有的嘛。结果你现在不但自己做的，而且做的更过分嘛？为什么？为什么说做的更过分？跟建商吃饭，我觉得没什么；跟建商收钱，我都觉得没什么。只要你没有对价的关系，很多政治现金都来自于建商嘛。建商是所有政治现金的最大宗，但是为什么大家都有申报，你不申报？为什么钱进来了，你没有进入账里面，你违反政治现金法，才是真正的没有公开透明嘛？不是寄到你 Excel 里面被检联公开出来之后叫公开透明，是要公开在监察院里面报告才叫公开透明嘛？结果你都用人头嘛，你不愿意去告诉大家你收了多少建商的钱嘛？第二个，有对价关系才是更严重的问题嘛？为什么王世坚特别讲到他跟建商定期吃会？我就举2个可能跟建商有对价关系的东西嘛。第一个就是远雄、赵腾雄嘛。虽然你一开始说跟远雄、赵腾雄拿着刀叉吃人肉，然后你给他停工，你给他解约的威胁之后啊，但是你另外一只手是处理什么事情？你叫蔡壁如、李文忠去找远雄啊，继续跟他续约啊，继续跟他讲说你可以所谓容留人数从6万人可以到7万人啊，这些都是你去处理的事情。那你一手去打人家，一手又去跟人家协调这些相关于政商关系的东西。那你嘴巴里面讲说你很重视年轻人的权益，所以到囤房税的时候，你跟建商吃完饭之后，你的囤房税，你把郝龙斌囤房税的3.5%变成0.6%，也是你第一任任的时候嘛。所以大家慢慢的检视你一开始，素人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包装。我不懂啊，他装傻嘛，我不知啦，我只是看医生啊，我就要用他专业说，我只是去跟人家看医生吃个饭，用素人去包装。但是素人你10年了，人家已经不认为你是素人了嘛。当然10年还素人。2015年你说他的农地问题，2015年有没有被爆发出来？有。大家为什么那时候不给他那么高的检验？因为你是素人嘛，你赶快去处理嘛。如果你有农地问题，你那时候赶快卖掉嘛，你不要去弄停车场嘛。结果没有啊，你反而是小停车场变成大停车场，变停游览车。你越做越过分嘛！农地问题2015年就有了，他儿子买他房子的事情，所谓的躲避所谓的那个财产税的问题，所谓遗赠税的问题啊，所谓的赠与税的问题的时候，2015年也爆发过啊。为什么大家那时候不会那么高标准来检验你？因为你是素人，但是素人要处理你8年的时间，你家的农地问题没有处理，你儿子的财产的问题没有处理，而且还越来越多房子。这个东西是让大家更为失望，大家不认为说要用你的标准去检视你，但是你提出来的标准，你给你时间8年的时间去处理，你只要跟一般的政治人物的标准一致而已，大家不会去怪你去成立一个政党、成立基金会、成立协会，但是你公司的账、所谓的基金会的账、总部的账、党部的账一团乱账的时候，大家都开始检视你，而这个时候你已经不是素人了，你已经是从政10年的台北市长了，你拥有最大权力的台北市的权力的时候，大家检验的标准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他今天不只是人设崩毁而已，而是大家开始看到一层一层的包装被揭开之后，大家看到你的人格竟然是如此卑劣嘛。我不晓得不会，如果真的讲的话，像沈晶晶那个纪念字画那块，民众党也有回应嘛？
他说我们就有依规登录啊，但是这玩意儿不见了这件事情，没有人要往下找，因为最起码依规登录，但他不在那里头，我也没有办法直接跟你讲柯文哲带回家了，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到哪里去。可是他就是不在市府，而这所有一些的发展，现在看起来的话，就你自己的观察，你觉得柯文哲在什么事情或什么时间的转变，会是让很多的民众对于他，因为凭良讲，柯文哲从崛起开始，带了多少人对于政治的向往，然后一度在政坛这样子厮杀，可是你的观察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小草会说到现在这个样子。我先说，我个人可能反应比较迟钝。老实讲，我以前一直觉得柯文哲是嘴巴坏而已，但操守我其实一点都不怀疑。对，我没有怀疑过他的操守。很多人是这样，对他敢讲敢做成这样子，我相信他，要不然不会这么他敢骂成这个样，讲成这样，什么都敢讲，没有在怕的。是啊，所以我其实就某方面而言，我相信他的操守。他至少在钱这个方面，我相信他不会逾矩。但是这个想法破灭是在他今年8月初吧，爆发那个政治现金疑云的时候，看到民众党开那个政治现金解释记者会，我看完我真的昏倒啊！端木正会计师出来道歉，说我都不知道啊，这么严重不知道。然后民众党的人帮穆可来念他的解散宣言，他说穆可你不是说是公司对，那不是别的厂商，怎么是民众党的人来帮他念他的解散宣言？补充一下，端木正没有出来，是李文忠了。哦，对，李文忠，端木正消失，对，李文忠出来，都是为会计师什么的，对他不知道。然后再来，你要时热的这些完全没有出现的活动，居然被爆账了，这么严重的事情，现场记者会开得乱七八糟。然后后面让我更觉得不可相信的就是，柯文哲太太陈佩琪去拿政党补助款，跟政治现金去买看豪宅，还买办公室，我想这前所未闻啊！他的法律问题，我老讲到现在还在办理嘛，还在调查，他是不是真的有罪，我们不知道。但是光就柯文哲观感的问题，我觉得现在柯文哲已经是重伤到不能再重伤了。所以第一个，柯文哲我个人认为他的总统梦已经没有了，不用看了。但不只是如此，我现在觉得连民众党接下来的路恐怕都很危险了。包括你说2026县市首长选举、市议员选举，2028到底他的总统大选，包括他立法委员要不要选，现在不只是柯文哲状况非常多，所有民众党内部都一团乱了。所以我觉得柯文哲现在真的是，的确是让很多人失望，尤其是让他支持者失望。他的小草非常的忠贞，非常的铁，但是我们也可以逐渐发现了，实际上他就是同温层变得越来越厚重而已。可是周围的人离他越来越远。这种情况如果持续发酵下去，可能多席次的议员选举还有机会，但是只要进入单一席次的选举，几乎就不用看了，这是不可能获胜的。对政党而言，那讲难听点，就只是在苟延残喘而已嘛，能够多撑个几年算几年。对于整个政治路而言，几乎是黯淡无光。所以我觉得可惜，我也觉得失望。所以我接下来我希望，第一个当然检调要加油，我相信柯文哲应该是很高几率会被延押啦，因为那个橘子也没回来，包括了易小薇、沈庆金、彭正成，通通都延押了嘛，所以柯文哲被延押应该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在延押过程当中，柯文哲你自己要想清楚，你代表的是你的信念，你现在到底坚持的东西是什么？如果你已经改变了，那我觉得你不如就老老实实承认，因为我相信你的支持者说不定还会比较喜欢，而不是到最后你的一些东西一点一滴的被人家揭开来之后，那会更难看的。之前那个朱家虎不是说7人210，那个560就是感谢什么之类的，到现在越来越多人报柯文哲参加过很多的餐会，包括很多的政治现金等等，这些东西一支的爆出来，我个人认为算是凌迟了，一点一点的消磨你柯文哲，到最后连你最忠实的小草的信心都崩盘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柯文哲到底还剩下些什么 ？OK， 严凤，因为民进党本来是跟柯文哲合作，2014年那一仗，所以你要讲说民进党对柯文哲，当然除了政治理念上大家开始分道扬镳，那个不论。从观察，因为市议员在观察跟市长之间的合作这些的话，刚才博弈士说到今年8月，整个觉得说那没有办法想象的一回事。你自己的观察会是在什么过程当中？现在大家回头去看金华城这所有的过程，当然第一个包括有没有罪，会不会被起诉，有没有罪，你等包括检调到最后调查，到最后法官怎么判。可是，在那整个案子的过程，就是透露了很多的。那大家没有办法理解的一些地方，我在节目曾经讲过那个，就是那个速审速决那4个字，我说我不知道柯文哲8年里面还有没有在另外一个案子里面曾经写过要速审速决，或是写过怎么做都好，快就好，有没有过这样的另外一个案子？让我看一下，或是
这所有东西为什么会在过程当中写下这样一些东西？那好吧，现在大家又回头讲，有没有在写这个以前一阵子，柯审有2个人有没有密会？这些要等到最后起诉或不起诉，你才能够验证出来，因为检方一定要写。可是光现在这些传闻的话，你就会让大家觉得说，为什么要这样？其实我对柯文哲的印象崩盘是在2018年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他当时讲过一句话，那时候我们不是在办那个世大运嘛，他苏立琼负责人，他是当时的秘书长，他花了很多心力，后来真的把这个世大运真的办得很成功，而且世大运办完以后，柯文哲的民调是从世大运爆升再往上爬，爆升。那结果他竟然会去讲说，离开他的人都是无利可图这4个字。现在我回想，原来柯文哲你其实讲对了，因为留在你身边的都是有利可图才会留下来。如果以现在的这个结果论嘛，那我觉得今天我举一个例子，他这个叫做伪君子啦，就是说你今天当政治渣男，但是你又想要立牌坊，你一方面你告诉大家说你最清廉，你公开透明，你不会私下去跟人家见面，你也不会私下去跟人家拿钱，但是现在随着时间，随着这些证据发现，包含谢国良的证词，包含黄董事长这个利基店，对黄崇仁董事长都能够证明说，你柯文哲就是一个私下跟人家收钱的市长，包含总统候选人嘛，那刚刚那个就是武哥你有讲到，就是说这个金华城的案子为什么大家关注度如此之高？我就讲几个啦，第一个，他真的就是因为柯文哲而让整个金华城的案子起死回生。第一个，他真的就是因为柯文哲而让整个金华城的案子起死回生。他的步骤是什么？他只要他叫先签后捐他只要一密会，一来拜会之后呢，他就签公文，然后呢，只要一便当会之后，跟应小薇的便当会之后，金华城就捐钱。你去看这个时序表2月10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当然是我们疫情正严重的时候。现在2月份2月18，他们有来拜会这个彭正生，但是彭正生没有理他。后来他又转而去拜会了柯文哲，甚至是黄珊珊嘛。如果以最新的报道，都是在2月的时候发生。好，结果2月24号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刚刚武哥讲的所谓的速审速决，这个公文有多重要？就是说，你看到都发局这个公文，其实它也是在109年的2月24号签的它的内容主要是当时金华城他保560这件事情，其实都已经有一点疑虑，他还要的更多，他希望楼地板面积换算成容积率是达到678。可是呢，我们的都发局当时的态度是不准。他认为只有560，然后呢，金华城就派了他的律师来跟我们台北市的律师说，不然我们要不要瞧一下，我们来谈，要和解。都发局就签了这个公文上去给柯文哲，问他说，那我们要不要和解？都发局说，我们建议不可以和解，因为你和解了就会有图利金华城的问题。结果柯文哲当年3月10号签了速审速决。好，那我刚刚这个手板再给大家看，一样是3月10号做了什么？便当会。你在当天，你一方面签了速审速决的公文，你又跟应小薇便当会，然后答应他说要把金华城的案子又送进都委会来做研议。那我要问柯文哲，你这个到底是两面手法还是人格分裂？对，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嘛？再来有一个关键点是这个7月16号的这个判决，法院都已经告诉我们台北就是判下来了，台北市政府对胜诉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他很明确的讲说，今天他的这个删除楼地板的允建面积、效力跟方向是之后就发生的，所以呢，你今天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应该再度的主张。这个判决书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可是当年你看，为什么应小薇他们在6月23，在7月1号
要开协调会，然后后来呢又不断的去介入这件事情，结果最后柯文哲，赵秀佩的证词其实也证明了说，就是柯文哲的积极介入，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变形容积这件事情来帮他解套，那也才会有所谓我们判决赢了，台北市政府赢了，却还能够给他超过678以上来到了840这样子的容积率，所以这一再的都是显示说，你柯文哲过去像我们当民意代表，我们都会处理很多的陈情案，他可能会走到诉愿，对不对？那再来就是进到所谓的行政诉讼。我们市府绝大多数啦，我讲应该是100%，公务人员都会告诉你说，不好意思，议员，我知道你很关心，但是可不可以等判决结果出来，或诉愿的结果出来，只要结果是陈情人赢了，我们就是照着做，一定是这样嘛？那你怎么会是我们赢了，结果他要678，结果你给他840？那再来，我刚刚讲到说，为什么今天只要一碰面一密会，你就签公文？好，公文过了之后，你就捐钱，包含了现在朱雅虎也承认说，你就是在2020年嘛3月的时候分批捐了210万嘛，所以但法律的专业现在是交给法院去做审理，但是这整个金华城的案子，第一个，你根本就是违反了过去大家在行政权、行政裁量，甚至是行政判决，这样子的一个网例。第二个，当时不管是都发局的基层的这些同仁，都不断的告诉你说，你今天这个案子是有问题。林周明也告诉你，他还3次的这个市长室的备忘录都告诉你说这个图利。那请问你柯文哲为什么又这样子做？不过现在对柯文哲主席来讲的话，杨明，第一个严雅婷。因为今天台风嘛，那就看明天能不能够开。然后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就到下礼拜一。时间非常的赶。可是这整个过程当中来讲，对柯文哲主席来讲的话，严压与否，你会发现，包括民进党在外面从万圣节那天的活动，甚或激情到喊要不要冲总统府，所有这些。所以现在严不严压，对于他们来讲的话，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吗？另外，现在大家就看北检，你就算要严压吧，你也要在最后。我不管你起诉不起诉，一般评估也许起诉的几率大。你那个起诉书里面要写得好，你要说服得了大家，包括有没有收贿的问题。因为大家要讲，如果你再严压下去，结果你还是用图利，那接下来大家政治账算不完了吧？第一个就是严压是黄国昌委员说。一定严压，同一个法官，所以严压应该是常事。所以这个我想民众党心里有数了。是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去猜测说到底严压庭结果是怎么样，但反正到时候时间到了就会出现。而且其他3个人压，说实话，大概几率就是这样子。对，那只是说呢，刚好就有一位这个沈正南医师，我觉得他也蛮厉害的啦。这个大家来找茬那因为这两篇这个是8月底。那时候就是柯文哲第一次要声押的时候，北检的新闻稿，这是上礼拜五2个就是同样是柯姓彭姓被告，柯姓彭姓被告就是针对柯文哲跟彭正生的所谓的一个是羁押，一个是严押的这个申请。好，在8月底的时候，那声押是不管2位不管柯姓彭姓，都是一个叫做贪污治罪条例第4条第1项第5款的。公务员违背职务收贿，以及同条例的这个图利就是这2项，一个叫收贿，一个叫这个图利。可是呢，在彭正生的部分，在严押的部分他的犯罪的这个涉嫌的罪嫌，在上礼拜五不一样了。这个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大家来找茬才能找到的。好，第一个公务员财产来源不明罪出现可是图利还是有，这个对主管监督事务图利还是在。好，但是呢，多了一个叫做公务员财产来源不明，但是违背职务收贿的部分不见。那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可能彭正生的金流目前北检查不出来。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些媒体都有报道说什么彭正生的老婆啊，什么有好几笔什么不明的财产来源，所以那时候研判他是收贿。好，但目前看起来，如果以北检的新闻稿来看，两项对照，彭正生可能在金华城案的金流确实目前北检没有具体事证。那可是柯文哲的部分呢？我有比对，2次是同样的，一样的，对是一样的罪嫌。所以目前看起来北检
确实是宁可要抓柯文哲的部分。但是这个礼拜，因为周刊他又讲说，因为都在讲这个金华城的什么人头政治现金的问题，哈，那就出现一个问题就出现一个叫做中公集团他们一个叫保全经理叫高明宏，这个媒体报道说，哎呀，他捐了好多钱，他是狂粉，这个几乎近年每年几乎都要捐，2022起每年都有捐，而且捐像比如说一年可能30万个人上限，他就把它捐满好，这一位高明宏他发了一个声明，他说呢，监察院的这个高明宏啊。是新北市新庄区，手机开头0920可是呢，他的住址是新北市淡水区，手机开头0938。他说不是同一个。那我就想说，我在想说，有可能因为高明宏，我去 Google 一下，有多少跳出来的，真的是一个叫在新北的一位医师。那确实有可能不是这位高明宏，那所以我必须说，因为现在这位高明宏先生他说他要提告，他已经委任律师要对周刊提告了，所以我想这一块因为我必须说，他几乎每一次近年每一次这个民众党的选举也好，或是民众党的这个党务，他都去捐，那你说这个叫高，对我说这个有捐款的高明宏，OK， 那刚好中共有一个员工叫这个名字，对，一个高阶，对，那现在讲人头政治现金的时候，会不会周刊就哎呀这么巧，刚好有一个叫高明宏，又是经理又是主管级，然后呢就把它都在一起了，所以。当然我觉得这个有点错杀了。如果真的不是的话，我觉得要还人家一个公道了啊。那能够不要进司法，我相信周刊不会想要进。如果真的搞错，赶快道歉。OK， 小雨，这整件事情一路的发展，你说好了，对，刚讲那个，因为政治现金最让大家觉得好奇的是，为什么像譬如说10万，你就要拿现金去分1万，还要到人家竞选总部去，这些都是跟一般的常态上面来讲会不一样嘛。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好，你说那募款呢？媒体上好，现在又出来说彭正生有没有帮黄珊募过款，而且款项是不到100万可是我就算有帮他募款，有怎么样吗？帮他募款有违法？可是阿北是昨天还前天有一个新闻，我一直在讲说阿北最关心2个人的健康。对，彭正生我没有看里面的时候，我觉得很正常。他一定关心柯爸爸、柯妈的健康，不是吗？他不是应该去关心柯爸跟柯妈的健康吗？不是呢。对，结果我看他讲说是彭正生跟沈静晶，好，为什么？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啦哈，就是说这个彭正生，我看那个是我们的好朋友啦，徐清煌他的这个一个爆料啦。他说他那是来自前市府幕僚他们在讲的哈。那我觉得有2个点，第一个他是说黄珊珊啊那时候去塞奶，他说用撒娇式的去跟彭正生讲，你可以帮我募款吗？好，然后彭正生就去帮他募款哈。那我第一个是说黄珊珊，我们去查黄珊珊事实上他当时在选市长的时候，他在6都的市长里面呢哈，他有1652万是来自建商的政治现金，是居6都的候选人之冠。所以黄珊珊自己的这个光是建商的这个募款能力其实就蛮强的哈。那时候还要去塞奶到这个彭正生，而且我觉得第一个是跟人设有点不太符啦，因为那个黄珊珊，你说珊珊塞奶的样子吗？对，我很难想象啊。你不要，你那样不要，谢谢。罗爷，好，那个罗爷会告我那个性骚扰的，我没有感受不舒服。OK， 好。委屈了。没有啦，就是说这跟黄珊珊的人设会比较不符，因为他通常都是比较酷的样子。对，你看他用塞奶式的哈。好，那这个是其次。第二个就是说，他为什么他要去拜托彭正生？那彭正生为什么要帮他做？那确实，清煌说他有去查证，彭正生他有去帮一个这个建商知名的建商去帮他募了100万。然后呢，他去查，确实那个建商也有确实有政治现金给黄珊珊。那刚刚武哥你有问到第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彭正生不行？彭正生是真的不行，因为彭正生他不只是副市长，而且他是主管这种相关对开发的啦，业管公务的体系的，所以你怎么可以球员兼裁判？你既是主管这些建商的，不管是容积啦或是什么的啊。那你那时候他的市长，你说黄珊珊为什么可以去？因为黄珊珊那时候已经请辞了啊，他要去选市长嘛，所以他就请辞了，他身份 OK， 他可以去跟建商募款。可是彭正生，你当时你自己都还是副市长，还是主管的业务单位，结果你竟然去跟你这些主管的建商，你就说，那你给我钱，那以后你要怎么去跟这些建商？你要怎么去
就你收人家的钱，不管这个钱是不是给你的，你可能是给黄珊珊的，可是问题是这样子就很非常的不适宜啊，不可以的啦哈。第一个，那第二个，你说柯文哲他在那个报道是说了哈，柯文哲他当时这个那个要提讯他嘛，所以在那个囚车上面哦，那个他在上面谁亮，那我就要问啊，这件事情不是只有柯文哲谁亮嘛，然后再来是那个法警嘛，那所以最佳生活法警，那所以这个事情是谁说出去的？柯文哲不可能说出去嘛。那所以我不知道，如果 murmur 太大声，司机会不会听到？没有啦，隔音不是很好，对不对？灵异故事如果那样就不是 murmur， 那就是用咆哮了，对。好了，我第一个直觉反应啦，我是看到那个报道，我想说，哇，那这到底是谁出去的？好像蛮容易找哈。但是法警好像也不会有侦查不公开，这个跟侦查没关系嘛。对吧？对，这个跟侦查。好，那我只能说记者太厉害了，还耕耘到法警那边去了哈。那你说那个柯文哲 murmur 的他的事情是什么呢？他说啊，彭正生身体健康好不好啊？然后沈庆金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怎么办呢？对啊，murmur 这两句啦哈。我要是法警，我会觉得，哎呦，怎么会这个阿北会这个？但是我歪一个楼哈，我歪一个楼，你知道，就是有跟那个柯氏夫妻，就柯文哲陈佩琪夫妻很好的，他说陈佩琪有这个毛病，他说他跟陈佩琪吃饭3个小时陈佩琪有2个半小时都在 murmur。都是啊，柯文哲身体不好啊，柯文哲什么很超凡。那我就想见说，他们夫妻俩都有 murmur 的毛病。如果2个人在餐桌上，你 murmur 你的，我 murmur 我的，我会觉得说，他们的那个相处，我是歪楼啦，我只是想说，哇，这个原来他们夫妻俩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惯性啊。那好，那回到重点是说，柯文哲竟然。当然啦，这个武哥刚刚讲的，好像就是跟网友所讲的这个反应都一样，就说他应该关心的不是应该是柯爸爸吗？因为他爸爸还在加护病房，可是他竟然 murmur 关心的是彭正生跟沈庆金的身体状况。因为他不是关心说，他到底出庭讲了什么，而是关心他们2个身体状况。可是你要说我个人观察，我会觉得说，这是不是跟他的连结？他会担心说，沈庆金或是彭正生他们因为年纪大了受不住，会不会身体扛不扛得住？对，这所有的审讯的过程，尤其是沈庆金到现在还是保持缄默权哦。那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北检的那个严押的新闻稿，北院还认定说是这个沈庆金跟本案的被告里面有串供的事实。那个代表是说，检察官有拿出相关的证据，然后北院也相信说，对沈庆金有串供是事实哦，而不是嫌疑哦。检察官有拿出相关的证据，然后北院也相信说，对沈庆金有串供是事实哦，而不是嫌疑哦。所以大家如果印象深刻的话，沈庆金当时在被那个羁押进去的时候，他不是有发了一个签字文吗？然后里面呢，他还大剌剌的讲说，说他这一辈子都不会送官员红包，然后他这个柯文哲也不是收红包的人，他甚至还提到说，是因为这个市府里面有官员因为要跟他索红包就是不成，才心生报复。到目前为止，我们也不知道那个官员是谁了哈。所以当时我们那时候就在讲说，沈庆金你发这个签字文，你不就是在隔空串证吗？我没有拿钱哦，柯文哲你也没有拿钱哦，我们就是隔空串证哦。所以我们说好了哈，这个关我们只要过得了的话，我们就 OK 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在隔空串证了啊。那所以现在柯文哲他是不是心里在想说，沈庆金啊，你已经年纪这么大了哈，你熬不住，会不会你会破坏我们2个当时的约定？还有彭正生现在也是啊，因为检察官就认为说你就是有说谎嘛，就直接认为他不老实嘛。对，那他到现在看起来，我会觉得说，与其说关心他们的身体状况，我倒觉得柯文哲的心理状态是在担心说他们扛不住，然后反而会讲出了那个实话。一战，请问一下，那过程当中大家会在讨论，包括柯文哲募款的过程，那甚或募款会不会有很多一些的名目，会有一个，因为他是个 SOP 控不是吗？是，所以这些会有一个 SOP 吗？可是刚前面记得吗？一开始讲，当谢国良他承认说长辈有200万那个时候，后面一定会有很多人就出来讲，那是不是还有抖内过，只是没有浮上台面，没有一些收据，类似这些。但你有没有注意到，民众党最近包括像陈振他们，就连谢国良的200万。他们就会不会都觉得说，哪有200万？这是叫釜底抽薪吗？就如果把连这个都否认掉，告诉你们，不是你们大家到底在讲什么？这谁说的？所以东豪不是很气的讲说，那去告谢国良伪证啊，就是他讲这200万，那为什么会？为什么要从这个地方？对，这时候李博义就要帮谢国良讲话了，因为谢国良一定会是讲政治现金的，否则他直接拿现金给柯文哲，那叫赠与。那问你为什么要赠与给柯文哲这200万？
所以不管如何，谢国樑一定会说这200万一定是政治现金。那你柯文哲有没有去处理？他没有去处理嘛，所以现在民众党找不出他们党部的捐款证明里面有所谓的谢国樑200万。我一直都说，本来可以很合法去处理谢国樑这200万的，一家公司入到所谓的民众党的账就结束了。这件事情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就是柯文哲私心自用嘛，他把政治现金只是名目。他更加要政治现金只是名目，到最后是变成他自己的现金嘛，现金，这才是他的目的嘛。谢国樑给他200万，我相信谢国樑也会说啊，你成立政党辛苦了，你们候选人选举辛苦了，这个200万给你去做政党的运用嘛。本来可以合法的进到民众党或进到候选人的部分，为什么只出现到你的 USB 的 Excel 档，然后谢国樑证明他是捐给党部的？这才是民众党要说明的问题。这才是柯文哲人格崩坏的地方嘛！他不只会收现金，而且收了现金还自己收到自己口袋里嘛，不是吗？谢国樑这件事情标准的证明这件事，而他有没有 SOP？ 有啊。第一个，他创立名目嘛。2020年政党刚成立的时候，就说我们政党成立需要钱嘛，装潢需要钱嘛，就收了一堆关于政党的钱，这可不可以收？当然可以收，政党当然可以募款，为什么不直接从公司？公司可以到300万呢，这些本来都可以合法，为什么不出现在民众党的政治现金专户，而是出现在你的 USB 的 Excel 档，让这些商人都还要被约询去问，讲不清楚，说不明白。你柯文哲是涉人于罪啊！人家到最现在是检联要约询，约到这些人都很无辜啊！我本来就很正常，要捐给你做政党的政治现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老板心里在想，还有300多笔耶！对，千万不要提到我的名字，这时候最好把我忽略掉。然后他更坏的是，你人家政治现金就算了，他的选举的时候看起来是用了很多的人头的方式，去把这个大笔的政治现金，把合法变成非法，用人头进去，违反了政治现金法的规定嘛。那最后你用报账、用假发票、假薪资、用木可公关公司的授权金，再把它洗出来，洗去哪里我们不知道啊。现在金流说真的，连检联都在查，为什么搞到这么复杂？原本这些政治现金，如果你有剩余的，都可以捐给基金会，捐给你的协会，捐给你的政党，你都可以合法申报的。为什么要搞出这么多的人头名目，去把它洗进去，再把它洗出来？这就是柯文哲的 SOP 手法，私心自用。最后的目的是不是就是要洗到你的自己的口袋里？这才是检联的要查的重点嘛！因为它里面不只是违反政治现金法的规定而已，那个顶多就是罚钱而已嘛。背信。侵占，有些人是捐给其他候选人，赖香伶那90万就是啊，人家要捐给赖香伶的，为什么赖香伶没有收到？所以这些东西都导致其他人都变成是犯罪集团的共犯嘛，包含你的党工也变共犯之一啊。这党工没有报薪水，没有收到薪水，结果被你报上账洗出来之后，结果党工还要缴税，缴税就算了，如果我不被检联约询，那不是更麻烦？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柯文哲私心自用，然后把所有人都当成是工具人的结果嘛。所以他这套 SOP 真的是很过分的一套的 SOP 啊，包含金华城最近宣出来的会计，我都很怀疑，1万，为什么捐了9次，总共10万？你那么复杂干嘛？你2000块啊，他捐给邱成元2000块啊，2000块都可以用汇款的，你10万，你10万为什么不直接汇款？汇款会留下记录，要感受一下到他们总部的时候的那种热情的感觉。而且他是每2-3天去一次，对，每2-3天就去一次，他很闲啊。对，之前我就讲过嘛，柯文哲异常的所谓的现金匿名捐款的时间点落在什么时候？就是12月跟1月，2023年的12月跟2024年的1月，总共有2亿元左右的匿名捐款捐进去、洗进去竞选总部嘛。我就强烈怀疑，假设是金华城这个所谓的会计捐这个1万块。他虽然这个名字叫1万块，他后面有多少笔叫做匿名捐款？它只是一个标注是金华城这个会计拿进来的钱，后
后面这些匿名捐款的钱都是他捐进来的。这个为什么是检联？为什么在这个周刊报道之后，马上找端木正再去作证嘛？到底所谓的1万块，你为什么要分9次去让他入账？而且这个9次的时间点要分9天，然后后面的这些所谓的匿名的捐款跟这个人有没有关系嘛？这个才是检联为什么周刊会报道这件事情，然后再找了端木正去做约询作证的原因，就是要证明到底你竞选总部里面的匿名捐款到底有没有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不是跟金华城有对价关系？刚才叶善讲最后的那一段，就是北院在裁定新闻稿里头说，沈庆金延押的一个理由原因就是。他的政治现金到底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意思讲白一点，有没有跟金华城之间的对价关系？有没有这些？那这是沈庆金被延押其中一个状况。那文老师是来，你的老朋友就你道德长城啊，是你觉得国昌委员现在看起来，他应该是实际上民众党的扛把子了。对，现在看起来，对，你觉得他未来呢？包括2026这些。未来怎么走？这个2026就是黄国昌到底何去何从？其实最近呢，就是如果是要准备2选2026，其实应该都有评估过，就是黄国昌会不会跳来他那边选？也就是说，黄国昌会选哪里？那现在看起来新北反而是几率比较低的，因为他民调就是一路的往下压，所以有回去选台北市这一说。也有去大新竹区的说法，但不论怎么样，它都牵涉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民众党的支持度，你现在已经下滑到10%，即便柯文哲一审无罪，我们给他最高的一审无罪，可能也是顶多15%，这样子那也是柯文哲的，不是你黄国昌的，那他能够有一搏优势，大概是在新竹这些区块。可是重点在于新竹也有柯美兰啊，柯美兰现在也是很活跃啊，他也是持续的在抛议题，而且他重要是柯文哲真正的是血亲嘛，他是有直接的这种这个直接可以传承他的票源。那黄国昌不一样，其实柯文哲的支持者跟黄国昌的支持者一直都有融合上的问题。随着柯案发展到现在，黄国昌虽然不断的在办活动，但我最近也听到了一个来自民众党内部的声音，他们说活动真的办太多，党到底有没有这么多钱去办这些活动？他们特别是他们那个万圣节27号的活动，现场还有化妆区去帮所有参加者去化妆哦，拢爱急呢。那党现在有这么齁牙吗？你那些政治现金如果真的出事的话，要退回去的呢。不是说就没事了哈。所以原则上来说，党内有一些人认为黄国昌你应该及早出来承担，关键就是12月。12月就是党代表改选，改选之后中央委员票选的也会联动嘛，因为他们是2级制的党代表，然后中央委员。那黄国昌现在是当然的中央委员，因为他是立委。那新选出来的这些党代表，如果以黄国昌现在的人气，他应该可以拿到蛮多的票数，他就可以去配票，依照黄国昌人马过去在时代力量的操纵的模式，他们一定会出配票单。以下这些人是我们的人，你不要管他是谁，反正你投都对，那都是国昌老师的人。好，那黄国昌如果在票选的中央委员拿到够多的席次，然后在立院这些当然的中央委员也拥有一定席次的话，民众党就会产生质变了。你不管代理主席是谁，不管新主席是谁，他的权力就从主席独大制转变成为中央委员集体领导、集体控制。所以黄国昌不用自己出来当代理主席哦，他也不用自己出来选哦，他就推一个傀儡或是一个代理人就好了，他就可以避掉第一线党务的争议，就会有一个人在前面帮他遮风挡雨，如同他过去在时代力量操作的模式一模一样。好，那当然这一套能不能顺利，牵涉到有没有人实力够强的，真的去选代理主席，或者是去选新的接任主席，因为柯文哲请假3个月后，必须要有个了断了，大概11月初，大概就会，11月底大概就会需要有一个了断。好，所以现在的看点就是在于说，蔡壁如他大概会站在什么样的角色？因为就了解，蔡壁如是少数传达他有意愿的，有意愿选新任的主席。就曾经有讲过，所以他现在被打得超级惨，就是不管是黄国昌人或是柯妈妈那边人，都是不断打他，而且随着那个万圣节活动，
黄国昌的90度鞠躬啊，对柯夫人的90度鞠躬。目前他们党内解读说，黄国昌应该会跟柯夫人这边形成一个结盟的态势，把蔡壁如挡在外面。好，那后面的局势会不会发展？当然就是要看12月初选的怎么样。还有黄国昌后续操作柯文哲被政治迫害、司法迫害这题，到底能不能让他拿到分数？我觉得还有一个要观察的哈，就是说。黄国昌后续操作柯文哲被政治迫害、司法迫害这题，到底能不能让他拿到分数？我觉得还有一个要观察的哈，就是说以前柯文哲在的时候，他们非常坚持那个立委就是2+2的制度。对，我觉得现在非常有趣，你可以慢慢感受。你觉得2年有可能会被？我觉得会变我觉得会变，因为当时周瑜修第一次丢出来这个话题，说党内有人要讨论哦，就说那2+2要不要改变，就是现在这些立委都只做了2年嘛，然后都下去选嘛，然后后面就再由8名再补上来9到16嘛。对，那周瑜修一讲出来之后，柯文哲马上就说没有，我在就这个制度就会要一直要延续。可是你可以看出来，现在如果整个柯文哲不管他这个到结果怎么样，他现在需要铁卫队吧？尤其立委如果要是上来都是新手。那对于民众党在立法院的战力或各方面，知名度国一一直摇头，现在的状况都不是都特别好了，再换一个更新的、更没有经验的。对，上次博弈讲了一个，我觉得很赞同嘛。你看他现在已经不是要扩大他的地盘，现在是生死存亡啊！现在你都活不了啊，你还扩大地盘？等于说这些人也许他就不下去选了。不是之前什么张启凯要选嘉义嘛，然后黄国昌选新北，然后现在这些都不用选了啦。你先顾住，那你对后面的8名，你又情何以堪呢？我觉得我补充一下啦哈，其实，在我们地方上面听到，民众党他现在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去想到什么2028的问题了，他光2026这一仗他们有可能都过不去，因为他们现在只是在等。很多小鸡4亿元等级的，他们只是不敢讲。但是你知道地方上面已经传出来，有人去质疑说，为什么你们柯文哲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你知道他们怎么回答？他说，其实我们跟柯文哲没有那么好啦，只是因为当时他就提名我们去选举啊，我们又选上，其实我们真的跟他没那么好，已经讲到这个地步，是民众党的然后你竟然可以去。直接也跟柯文哲做切割，那所以我就说，你说的是现任的吗？现任的啊，对啊，肯定不是严峰那个选。对，我想讲的，我没有说是哪一个选区，不要随便乱猜测。先查一下严凤是哪一个选区？严凤学姐啊，学姐讲这句话不符合人设了。对，我没有说是他，不是那个，我没有说是他。大家可以去想一下，他们也才4个啊，不一定是台北市啊，有可能是其他县市。但是总是有这样子的声音出来哈。第一个，那其实你说打选战，当然不外乎2票，钞票跟选票。但是你说黄国昌他这样一路走来，你说当大家在质疑黄珊珊啊或者蔡壁如，我还特别去查了一下，当周刊爆出来说黄珊珊也有去密会的时候，黄国昌没有讲过一句话。对，不管是任何的媒体的曝光都没有。所以其实他们自己民众党现在的所谓的大内斗时代的来临，而且你未来要掌握党主席，你这2票一定要有啊，不管是钞票或选票，你有没有那个能力去带领这个党，还是你只会蹭你自己的声量？因为你今天要当党主席，你必须要有那个度量跟格局，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他们自己可能光是在2026的提名上面就会面临到很大的困难了。那蓝白合呢？先讲吧，不管柯文哲有没有被起诉还是怎样，我觉得蓝白合当然包括了在议题、在政策，还有单一选举的选区，这的确只要方向一致是有合作的空间，所以这毫无疑问，毕竟在今年的总统大选已经证明了嘛，蓝白如果没有合作，可能最后的结果就是被绿营给拿走而已，所以当然可以合作。但是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吧，不知道真的假的，我听到我蛮惊讶的，他说白银核心的主事者。我想说应该也没有主事者这个范围应该很小了吧？这比刚才要猜哪一个更小，应该更小了吧？主事者私下传话呛民啊，说如果明年的国民党的党主席还是由朱立伦继续连任的话，那么未来无论是2026的9合1选举，还是2028的总统及立委大选，蓝白政党合作就免谈。他们管到你们党主席了。我想说，这个是。
蛮宽的，对，这是威胁还是恐吓吗？我听他讲说，如果这个是假的，那当然笑笑就算了，可能有心人是见缝插针。如果是真的，那我就真的很好奇了。我不晓得民众党现在是用什么角度跟他的底气来跟国民党讨论这个事情啦。我觉得这非常夸张。还记得之前的蓝白合，那时候柯文哲已经让国民党的内部的状况非常的不舒服了，因为要合不合，要合不合，电话要接不接的，搞得非常的糟糕。结果都已经到了现在了，大家不要忘记哦，柯文哲的案子其实上已经很久了，他被压制就已经讨论很久了。对。那个时候，朱立伦主席算是对柯文哲主席相当释放善意的人了。我们都还是说，我们也相信他啦，因为尊重司法等等，算是对柯文哲相当有礼貌的人。结果柯文哲那个时候不但对主席态度不好，到现在他被压完之后，居然还说，如果是朱立伦当主席的话，他就不跟我们合作了。我只能讲啦，2028先不要说，2026，刚严凤姐讲的，我没有听到他们的议员有讲什么，但是很明确的，我知道是。民众党想找人出来参选，现在都不容易啊！对啊，因为他们人才库非常缺啊。以前是说好了，你不给我钱，但是有机会上，我们大家捐钱，我也要选。现在是你不给我钱，那我也选不上。那我到底为什么要扛你？对，我为什么要扛你这个大旗嘛？所以现在是现任议员，当然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压力在，但是现在连其他的选区，如果民众党都不能够照他们之前讲的，几乎要提好提满的话。2026都过不去了，你哪来的2028？那你觉得他们是要跟柯文哲做切割吗？我觉得现在还不一定，因为很简单，如果民众党的人跟柯文哲做切割了，那他们的状况会比柯文哲更惨。因为现在小草相信的不是民众党，小草相信的是柯文哲，所以对民众党这些人而言，不管外面怎么骂，不管内部怎么乱，他们有个共同想法，就是柯文哲都是政治迫害。对他们而言，他们必须要，因为这是他们的票的来源嘛。但问题是现在。白营的核心主事者，他的想法是什么？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柯文哲接下来很有可能他会被辞掉党主席，没有办法，他可能会被判有罪或者起诉等等的。当重新选出来的人，如果对于在野党的合作蓝白合还是有同样想法的话，那我只能说接下来那就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了。因为对国民党而言，怎么可能到现在还要被你恐吓啊？之前选总统大选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很委屈啦，包括很多蓝营的大佬捐钱都捐得莫名其妙了，好不好？都已经被骗了这么久了，你到现在还要继续搞这种分裂或者是高高在上的态度，那我只能说国民党不会理会这种想法。OK， 现在看起来的话，那整件事情一路看起来今天台风，那再来就看明天，那柯文哲主席的延押庭会被如期的召开，那后来结果会怎么样？对案情会有什么一些影响？但是我跟你讲说，如果你算时间的话，万一要是明天没有开，你要再来就到11月4号。那个时间真的非常赶，9点多开完以后，大概马上就要裁。那可是，在同样11月4号、5号这段时间，一善是全世界关心的，当然不是金华城，对，全世界关心的是，到底川普跟贺锦丽两个人。谁赢面比较大？没错，美国大选真的是叫做5-5波，因为连民调也是2份民调支持贺锦丽比较高，那2份民调是川普，而且不是像蓝白合一样3%、5%而已，他们都1-2%的差距而已，对，所以就相当的接近哦。我们可以看而且包含所有的大头都站出来了这个就是拜登，拜登就等于是民主党的马英九吧。就是马英九最怕选择拜登，不行，这个形容词我不能接受。对，拜登状况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对，好不好？对，不是啊，马英九和侯友宜不敢让他站台啊。同样的，现在民主党也很担心拜登说的这句话。他说：“我看到唯一的垃圾就是川普的支持者，他将拉丁美裔作为拉丁美洲裔的妖魔化是不可理喻的，不符合美国精神。当然有族群上面的分裂的问题嘛，还有所谓你批评所谓人家的支持者是垃圾嘛，所以拜登这番话跟马英九在选前的那番话其实差不了多少。当然对贺锦丽的选情也会有影响嘛，所以民主党的幕僚就非常担心拜登拖垮选情跟国民党的侯友宜的幕僚跟担心马英九是一模一样的道理。但是也有好消息，贺锦丽有共和党的阿诺支持了这个东西是好牌就阿诺代表一个一定程度的美国精神嘛，这个美国精神，而且他过去是共和党转向支持贺锦丽，对贺锦丽说真的，现在的选情虽然刚才讲说民调上面是川普比较
较微幅领先多一点。但是如果像阿诺这样的人不断的倒戈的时候，对贺锦丽的后市就会相当看好。刚才讲到民调5-5，川普领先的部分有 CNBC 跟福斯新闻网、华尔街日报都是川普领先的。贺锦丽领先的部分，华盛顿邮报啊 BBC 是贺锦丽领先。7大摇摆州，因为总体民调不重要，对，7大摇摆州贺锦丽刚好也领先3州，内华达州、威斯康星州跟密西根州哈，这里只写到威斯康星跟密西根州是贺锦丽领先，但是还有内华达州总共31票，然后川普领先的部分呢有亚利桑那、乔治亚跟北卡罗来纳州啊，就是这个43票是所谓的川普领先，所以43比31，关键来了，有一个叫章鱼州，章鱼州就是宾州啊，宾州19票啊，竟然是打成48比48平手，到现在为止都还不分上下，剩下没几天哦。你看那个数字，你刚刚讲说前面那个川普领先的那些州加起来有43票，川普领先43票，然后他这边是31票，31票啊，一个宾州就有19票啊，对，31票加19就50，就领先所谓的川普。那么当然其他州我们不知道了，但是所谓的7大摇摆州是关键中的关键嘛，谁能够拿下7大摇摆州，而且领先的票数比较多的话，就拿下了美国总统。而这关键州的关键州就是宾州。谁能够拿下7大摇摆州，而且领先的票数比较多的话，就拿下了美国总统。而这关键州的关键州就是宾州，宾州的19票目前打成48比48平手，所以干脆全部最后几天都在宾州造势好了，因为拿下宾州的拿下美国的总统嘛，这是最后的美国的总统。看起来就是宾州来决胜负，谁能够拿下宾州，谁就可以出现拿下美国总统。OK， 因为博弈在美国读过书，是，然后有很多朋友也都在美国，对，有没有联络一些就问过说，现在你们那搞得跟麻花一样，这些到底未来谁的胜面比较大？我老实讲啦，美国总统大选前半段就是拜登还在那半段，原则上他们是觉得总统大选只有川普一个人在选嘛，就喜欢他跟讨厌他就好了，其他的不用管了，对，但是。贺锦丽出来的时候，其实一般来讲，一开始他们对于贺锦丽并没有特别喜欢。我老实讲，他们对于贺锦丽的一些发言跟他之前的态度没有特别喜欢。但是随着川普中枪那个时候，不是美国英雄中枪之后，民调飙升，然后开始乱讲话之后，大家觉得贺锦丽这种稳稳的打法，他们反而觉得这是一个国家的福气啊。包括很多中间选民那个时候都偏到贺锦丽这边来，所以才会造成了贺锦丽中间有一度是整个超车川普，那个7大摇摆州拿下5州啊，不是现在只有3州而已。但是随着很多次贺锦丽的一些专访，包括一些，所以大家说他不适合专访，对，好像听起来好像不是这么的如预期啊。尤其是美国现在的经济状况也不好，通膨很严重，所以很多的选民又会觉得说，好像美国必须要由像川普这种强人带领，才能够让美国重返荣耀。所以他们对于川普的信心又变得好像比贺锦丽更强，所以又有一些回来了。现在处于就是各自归队啊，共和党回共和党，民主党回民主党。但是因为我要跟各位报告，美国整体的民调谁赢谁输，实际上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它是选举人团的问题，所以关键还在一山哥讲的最后的摇摆州，谁把那个选举人团票拿下来，就是最后的赢家。那我只能说现在没有人说得准，但是如果最后真的是川普当选了，那我觉得赖政府要准备一下，因为川普最讨厌的就是台积电，他一直讲台积电，一直说我们把美国的晶片生意抢走了。接下来不管是两岸，不管是军事的问题，美国会不会做法跟南韩一样，暴增他所谓的那个军事预算，叫我们收保护费？没错，这东西我们必须要赶快去应对，因为川普是一个彻头彻底的生意人，跟我们索取保护费，我不敢说绝对是不好。但是他必须要能够落实的做到他承诺我们的事情，才是我们最重要的。毕竟现在两岸状况相当不稳定，而真的能够让两岸能够保持相对和谐的，美方站的角度真的是太大了。OK， 美国选举已经紧绷到什么一些程度？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已经开始投票了，好不好？现在大概我相信大概6、7千万大概都已经投完了，不管是通讯投票啦或什么，他们可以紧绷到有人去烧通讯投票是要丢到他们那个邮筒里面，他们有人去烧那个
那个油桶。对，就是我觉得也许你这个地方对我不利，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有很多都是这样嘛，所以大家也担心4年以前那个围国会山庄那个所有的暴力的那些事情会不会再来一次？好，那接下来看吧，反正11月5号很快就到了，到底最后谁会入主？可是眼下因为全世界有很多地方真的非常不动荡，圣或直接讲打仗吧。伟航，第一个以色列才千里奔袭伊朗，对，去直接炸，我在你面前炸。我还赌你不敢飞，然后不敢飞就算了，我还跟伊朗讲说，千万不要有回应，回应我就把上一次放过的目标，我再炸一次。哎，很少有人会这样，而且你对的是伊朗，哎，对，伊朗好歹在中东地区，他也是叫得出名号的名门正派，结果现在搞成这个样。好，但不管怎么说，那整个未来在中东这样一些局势，到底该怎么办？好，俄罗斯跟乌克兰。打到了现在，有媒体说他们是不是真的开始在谈？可是北韩也派了大概快1万人，也直接去助阵。到底未来就会变成怎么样？好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情势啊，哈，这个背景当然是有各自的地缘政治要素，但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前面才在讲美国总统投票，在那个结果出来之前，哈，这些家伙一定闹得欢呐，阿共的讲法，就趁机大家都探头出来啊，为什么呢？希望保持对美国的影响力。不管是战争的哪一方，都是不管你总统选出来是谁，我要证明我有价值，所以我一定要大声。你在选前就被迫要来回应我，比如说川普就要讲啊，你这些家我要怎么处理，乌克兰我要怎么处理，逼你把政见丢出来。在最后阶段，因为实际上美国大选真正选民投票的关键点还是他们在于自己国内的经济情势啊，他们主要都是加税减税啦，我到底是要让美国工业怎么样的复苏，怎么创造就业？好，国际议题。在大选的最后阶段，通常不会是决定的因素，但是也就是因为担心不能够产生关键的影响，所以大家都会有动作。好，这是个前提。我们来看，几乎所有都在乱。首先，我们来先看这边的下面的这个角角，以色列为什么突然警告伊朗别还击？因为前面伊朗才被以色列炸了一波，那伊朗就说不痛不痒，根本没炸到什么东西。所以他们要出来放话，不要说不痛不痒，我们的飞弹都还是可以继续生产。继续生产意思就是还能够打。所以以色列就说我警告你，你不要还击。之前打是给你面子，那是因为上面有大哥来抢，所以意思是对美喊话。我已经对美国喊话，我上次听美国大哥的，那之后呢？美国如果大哥换人呢，或者大哥正在忙了，他们这开票开不出来，正在忙，我也许就去海扁你一顿。所以喊话，同时大家都是喊给美国听，喊给美国看，也喊给对面看的。好，那当然，上次没打目标是什么？其实伊朗的话中的话就是我的飞弹的产线并没有被完全摧毁。那以色列意思就是，你这一次我可能就直接把你这些产线全部都打掉，就不会像上次说我要攻击你能源设施，带大家看核电厂这么简单。好，讲到核电厂，我们就来看乌俄战争最近传出双方已经在私下谈判，看能不能先达成战争的协议。好的，这就牵涉到又是美国总统大选。当然，表面理由是双方都用无人机去轰炸对方的能源供应措施，包括乌克兰的能源也被打的几乎都爆了，小型电厂的对外连线，因为它不是直接打电厂，它打电厂的对外的这个连线的设施，你要重建要成本啊，那实在是受不了。所以乌克兰要么现在是购电，要么就透过仅存的核电站，能源非常的吃紧。当然，俄罗斯的许多的电厂也被乌克兰的无人机去炸，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讲也是有相对压力，但压力再大都比不过彼此必须面对下一任美国总统有可能是川普。最近传出双方已经在私下谈判，看能不能先达成战争的协议。好的，这就牵涉到又是美国总统大选。当然，表面理由是双方都用无人机去轰炸对方的能源供应措施，包括乌克兰的能源也被打的几乎都爆了，小型电厂的对外连线，因为它不是直接打电厂，它打电厂的对外的这个连线的设施，你要重建要成本啊，那实在是受不了。所以乌克兰要么现在是购电，要么就透过仅存的核电站，能源非常的吃紧。当然，俄罗斯的许多的电厂也被乌克兰的无人机去炸，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讲也是有相对压力，但压力再大都比不过
彼此必须面对下一任美国总统有可能是川普的这一个事实。如果是贺锦丽，拜登的续任者，应该策略跟现在差不多，双方大家都预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如果是川普，大家都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嘛。台湾会担心川普会不会卖台，会不会逼迫台积电？同样，乌克兰也会觉得川普会不会卖乌俄罗斯也会川普会不会卖就是大家都担心，不是川普把全世界都卖了，就是大家都会很担心川普会有变数，所以在这之前替自己增加一些成本。所以俄罗斯在这一段时间拼命的猛力攻击，这也就是等一下我会讲到北韩。为什么需要北韩紧急投人？因为他前线的兵已经不够，需要有一些漏电了。那北韩人就是去牺牲了，这个北韩本来政府就不当自己人是人看，所以他在前线提供了4个旅的兵力，对俄罗斯是很大的帮助。只要有人在后面搬弹，前面就可以继续冲。所以在最近的时间，他往前推进了，至少占200平方公里这样的范围，蛮大的。这都是之后后续的谈判成本，包括之前被乌克兰拿下来，库斯克前线也被俄罗斯几乎都差不多拿了4%左右拿回去了哈。所以这些都是后续谈判的成本。如果川普真的一上台，诚如他讲的，我当选就职的第一天我就要让他停战，那显然可能在11月到，如果川普当选，11月到12月的时候，就必须乌俄会被逼得上谈判桌。好，那当然，俄罗斯为了增加自己成本，他还有在试射洲际弹道飞弹，同一时间北韩也有在试射洲际弹道飞弹，所以大家都趁这一段时间尽量创造新闻点，即便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威胁性，但他们要做的就是不要忘记我，我还在，我可以闹事。那麻烦之后谈判的时候，把我们闹事的这一个部分加进来，不要让我们太过吃亏。OK， 杨明，请问一下，我们的总预算接下来呢？明天如果没有台风假的话，好，台北没有放台风假的话，至少行政院长可以上台报告。是，然后上台报告基本上就是总预算，因为它那个就叫做复委审查的第一步，就是让行政院先财政部长以及主计总处的这个主计长一起到立法院报告编制过程。那这次他们朝野协商的一个共识，最主要的关键是在于说，针对在野党提出质疑那3项，一个进法补偿，一个公粮的收购价，还有一个健保点值，也要一并在这个报告里面要提及为什么你们没有编。OK， 也就是说到质询台上见真章。那基本上到这一步也就应该就理论上就是解决了，彼此都有一个台阶下然后就要进入到所谓正式这个预算审查的时程。那因为他们的朝野协商那个里面共识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那个已经要财政的委员会本来是今天下班以前啦，但今天因为这个台风假应该会往后延，就是说要编制审查日程表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11月就会是总预算进入到各个委员会，应该没有太大意外的话，应该就是要进入委员会审查了。那不会1分钟，所以整件事情宣导完以后，还是走上这样一条路。现在是卓荣泰院长要先来做一些报告。对，那我个人认为，只要不要太离谱啦，不要态度太硬，我相信复委不是问题。但是复完委之后，这个委员会怎么谈，那又是下一步。但是至少先过了第一步，我觉得对于整个朝野的关系啦，对整个预算而言是好的方向。OK， 来云峰，我觉得我们当然也是乐观其成因为之前其实当然我们也释出非常多的善意，那针对很多重大的预算都有跟朝野之间来做协商。那现在如果能够顺利复委，回到各个委员会，本来每一位委员他都可以充分的去表达跟讨论，这样子才是符合民主。像我们在台北市议会也都一样，各个委员会就是把我们该审的，最后有意见的你就是下附带决议，然后再来到大会，大家一起来讨论，最后可能该表决的或者该删的，好，到之后要进入政党协商的，我觉得按照这样的程序，不应该去耽误到我们接下来明年度有很大的预算，包含我们很多县市政府都在等这些，因为我们接下来也要审预算啊。那你中央没有过，我们台北市议会不知道怎么审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期程，我觉得是乐观其成。今天康瑞台风呢，当然打乱了很多一些行程。当然不管怎么说，最重要的是安全的问题。OK， 那所以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那在台风天的时候尽量少外出，你就在家里面看新闻面对面，好不好 ？OK， 那当然，如果要是明天如果要是没有台风假的话，那柯文哲主席的严压庭应该在明天，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发展，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